好了，我现在呢正在三星 Z Fold 5和 Z Flip 5的发布会现场展示区啊。今天三星特意搭了一个上手体验的环节，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虽然我们今天的主角是折叠屏，但请大家先看一下三星这款电视的边框。好家伙，锦旗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魔”的边框。它是一个环形区域，我们一进这个展示区的右手边呢，就是这一次发布会的主角，这个就是今年的重头戏了啊，三星 Z Fold 5啊，这是今年推出的一个蓝色，那款蓝色我非常喜欢。今年一共3个颜色，冰翠蓝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啊。强光下呢，非常的清淡柔和；暗光下则是淡淡的灰色。镜头模组和机身边框也和机身色彩统一，这个颜色我很喜欢啊，真的很喜欢。今年白色延续了 S23系列的风格，就是白色之中带有一点点星光。这款无论是求稳还是配搭手机壳，都应该是最佳选择。我会把白色推荐在第2位。接下来是从 S21系列上就引入的啊，完全不反射光线，最纯粹的黑色，商务气质浓郁。考虑到外屏不使用的时候也是息屏黑色，所以一体性是3款颜色里最强的。但是黑色怎么说呢？就没有那么有趣，所以在我的推荐列表里，怒砍第3名。3款颜色并排摆放，大家觉得哪个最好看呢？这是在光线略暗的情况下拍摄的，这个蓝色会有一点点偏灰，但如果光线再强一点，它的颜色会更加好看。3款配色中框工艺和前代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但是 SIM 卡卡槽发生了改变啊，变成了横向双 SIM 卡的一个设定。Fold 5有一个升级是采用了全新的铰链，此前 Fold 在闭合状态下都有一个巨大的缝隙啊。第5代终于贴合了，贴合之后就避免口袋里比如有小沙子、尘土之类的进入折叠屏中间。至于铰链，实际我给大家测试了一下，超级稳定。很多同学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稳定？就是稳定的弯折体验真的很能够提升产品的质感。Z Fold 5可以稳定悬停的角度非常夸张，而且每次移动几乎没有多余的抖动，这个真的是技术能力的体现。全新的铰链技术让 Fold 5厚度减薄了2毫米，重量减轻了10克，那依然是 IPX8 级别的防水。转轴 logo 呢，从4代的凹陷10克变成了5代的浅色刻字。折痕的部分也给大家现场测试了一下，在特定角度下还是能够看见折痕，正对着观看基本感受不到折痕，所以日常使用的话呢影响不大。硬件方面，芯片升级到骁龙8 Gen 2，标准版升级到512GB 存储，升级到了康宁 Victus 2玻璃，内屏外屏的亮度都有提升。内屏呢依然是采用了屏下镜头，可以在日常浏览的时候显示屏幕的内容，而自拍的时候又化身一枚镜头。我实际拍照测试了一下，我觉得它的这个提升主要来自于软件算法提升了清晰度。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是前代的，右边是5代新的屏下镜头。硬件方面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另外自拍镜头视野更广了，更适合多人自拍。软件方面呢，有一个升级是底部的任务栏支持最多显示，从2款升级到这一代的最多显示4款，反正底部这空间空着也是空着，都利用起来。另一个升级是支持在任意界面长按实现直接抠图，无论是相片中的人像啊，还是网页中的产品，你都可以直接长按提取，然后可以直接粘贴到你的备忘录文档中，特别的简单。对了，这次 Fold 5依然支持 S Pen 啊，这 S Pen 很轻的一根手写笔，握持手感就算是普通吧，因为这实在是太细了。Fold 大屏的优势就是依然可以同屏3应用排列来进行多任务操作，不仅可以3任务，也可以根据实际使用的状况对3款应用的大小进行调整，实现一个大分屏，另外2个小分屏。三星这次还专门推出了支持收纳手写笔的手机壳，我看这意思，手写笔颜色还可以自由定制是吗？现场有橙色、黄色和黑色的 S Pen， 你可以根据机身或者手机壳的颜色自由配搭。除了这款手机壳之外，还有标准硅胶手机壳以及支架手机壳，这几款材质都是一样的，就看你喜欢是画画多一点呢，还是喜欢看视频多一点。然后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呢，就来到了很多小姐姐们非常喜欢的这样一个展示区，就是三星 Z Flip。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年有一个最大的升级，就是它的贴合程度，它闭合的时候可以完全上下2个面贴合在一起了。这次 Flip 一共有4款颜色，分别是星河白、云影灰、冰梅紫和冰薄荷。这4款都是光面玻璃后盖，更闪更轻盈，抗指纹能力呢是要弱于前代磨砂的。我给大家对比一下黑色 Fold 和灰色 Flip， 大家就能看出2款在质感和颜色上的差别。Flip 呢更轻松，哪怕它是黑灰色这种暗色调，也不会有很强的商务风，它更反光一些。而 Fold 则是完全不反光，真的是很商务啊。Flip 的星河白同样是白色偏暖，有一点点牛奶的感觉。现场上手之后 ，Fold 的白色我喜欢的程度要多于 Flip 的白色。这是今年主打色冰薄荷啊，我更愿意叫它奶绿，就好像一大勺抹茶粉倒入牛奶的那种感觉。三星起这个名字冰薄荷的冰，其实对应着是光面玻璃在反光下的那种透亮感。现场展示桌都采用同款绿色，可以看出家族地位了。绿色好看清爽，但需要提醒大家，相比于白色或者紫色，绿色就不那么容易搭配手机壳和壁纸，所以如果大家入手绿色，要提前有心理预期。最后一款颜色是冰梅紫，上手给我一种有点像女生的化妆盒粉饼
饼盒的那种感觉，还挺好玩的。无论是强光还是弱光，都是那种很轻松的紫粉色，和去年 Flip 的紫色做一个对比，大家就能看出今年的紫色要浅了许多。虽然说绿色是三星今年最主打的颜色，但经过我实际现场上手啊，我会把冰梅紫作为4款配色里我个人最推荐的4款配色排座。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说说你最喜欢哪个颜色。在折叠状态下，中间的巨大缝隙同样在这一代被消除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 Flip 5与转轴连接的边框这个位置好像被有意的加宽了一丢丢，推测是为了增加闪亮感。这次小折叠最大的升级应该就是外屏从前代的 1.9英寸一窄溜屏幕扩容成了3.4英寸的异形全面屏，这个可用程度就是大幅增加了。首先最主打的后置镜头自拍预览画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视野扩大了非常多，让你能够轻松的看到脸上的小瑕疵，及时补救。那切换到超广角镜头，大家可以同样对比一下这个视野。这块外屏你可以进行丰富的自定义，比如说涂鸦风格的动态壁纸，这个小青蛙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渐渐的还挺可爱的。还有这个狗子模块壁纸，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像照片或者宠物的照片，去生成右侧的图案，然后自定义背景颜色，去和手机或者手机壳的颜色做配搭。还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图案，你可以自由的进行各种个性化的定制。这个排列组合的玩法真的就是太多了，等大家拿到手机之后自己慢慢挖掘吧。我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了一下外屏所支持的功能，包括默认的日历、天气、来电、短信、计时器等等等等。你也可以通过双指捏合，在外屏快速的去查看不同的小组件、小卡片，去提升效率。但是我相信我和大家一样啊，对这块超大外屏的期待可不只是小卡片啊，所以我在现场就迫切的寻找它是否支持手机应用。哎，找到了。原来在实验室功能里有一个专门的允许在外屏上使用应用程序的小功能，我点开一看。现在目前是支持4款应用啊，是微信、抖音、信息和喜马拉雅。抖音是可以正常浏览的，单手操作掌控感很强。你也可以随时从外屏然后打开用内屏观看。哎，这个切换到内屏之后，视野一下子变大这么多，吓我一跳。旁边有人路过，我赶紧给折起来了。但该说不说，只支持4个应用，是不是有点少啊？就在我偷偷感慨的时候，三星的小姐姐走过来拍拍我说，要给我展示一下 Flip 5的新功能。好家伙，我这才知道，原来我拍摄的那台是工程样机啊。零售版 Flip 5中，通过安装三星 Good Lock，Flip 5可以解锁全部，注意我说的是全部手机应用。没错，你手机上安装多少个应用，它就能够在外屏上调用多少个应用。大家最关注的微信没问题，可以全功能使用，在外屏上使用全键盘打字也很快。9宫格呢，我是好久不用了，我这用反而这比较慢一点，我得反应想一下。当然了，大家日常使用更多场景，我认为应该就是外屏看一眼微信的信息，然后语音快速回复一下，对吧？就够了。你这样打字，你再打个大屏打嘛。外屏看 B 站没问题，但是不能全屏啊，这个是一个软件还没有适配完全，就是现在是能大窗口观看。外屏刷小红书没问题，大家记住核心一个原则，就是外屏兼容所有内屏应用啊，记住这个原则就够了。不过我目前测试外屏还不支持重力旋转，所有的应用它都以横屏展示。我希望三星后期可以通过软件适配去增加一下根据重力竖屏旋转，我觉得这个技术上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吧。这次硬件升级包括骁龙8 Gen 2的芯片，厚度小减薄，同样采用康宁 Victus 2玻璃，内屏外屏亮度也都有提升。一个小细节是今年先行者预定呢，它会免费的帮你把存储升级一档，所以你可以理解成，如果你是先行者的话，它的基础配置就是512GB 存储，前置镜头视野变得更宽广了。这是前置人像焦段的对比啊。这个焦段呢，因为都是数码裁切，所以三星在 Flip 5上保持了和4代相同的视野。但是当我给它切换到前置广角焦段，大家可以看一下背景墙体的线条，你就能够看出这个视野的增加，更广视野的自拍能容纳更多的闺蜜，大家不用为了争夺 C 位而明争暗斗了。Flip 5还有一个联动升级，就是除了依然可以远距离手势拍照之外，终于可以和刚刚发布的 Watch 6手表进行联动自拍了。你可以在手表上调用手机上的相机，然后通过手表预览画面，并且按下快门。这是三星手表首次支持这项功能。那既然都聊到手表了，我们快速带大家过一下这个手表展区啊。这次手表更新了2个系列，分别是 Watch 6以及 Watch 6 Classic。Classic 产品线独占了一个机械旋转表圈的功能，可以通过旋转在不同的软件卡片中进行快速的切换。Watch 6有2个尺寸，分别是40毫米和44毫米。我实际佩戴了一下，给大家对比一下。Classic 也有2个尺寸，我也在现场给大家实际对比了一下。实际上 Classic 这2个尺寸，我觉得我佩戴效果都还不错。小尺寸这个也挺别致的。另外，这次三星 Watch 6手表也终于拿下了心电图拍照功能啊，支持在三星手表上测试心电图了。我在现场测试了一下。
啊，一切正常，大家勿念。我看前面这个记录还有人测出房颤来了，好家伙，测完就直接去医院吧，我们祝他身体健康啊。再往后边这个展示区呢，就是三星 Tab S9 系列。这次呢 Tab S9 总共推出了3款，分别是11英寸的 S9、12.4英寸的 S9 Plus 以及旗舰选手14.6英寸的 S9 Ultra。3款平板后盖呢都有一个凹槽，可以用来磁吸收纳手写笔。平板和刚才 Z Fold 的那个手写笔是不同的，它要更接近一根现实世界中的笔，就是握持更加自然、更加舒适。3款平板都采用骁龙8芯片，其中 Ultra 独占120赫兹屏幕、超窄边框和小刘海前置镜头，凸显了家族地位。以上是我在现场有些时间内尽可能帮大家体验评测的一些反馈，希望能帮助大家在没有拿到真机的情况下，尽可能多了解这是一款怎样的产品，有哪些特点。我现在就比较好奇 ，Fold 和 Flip 会植入到接下来的哪一部韩剧里？黑暗荣耀还拍不拍续集啊？能不能让颜真拿着这款蓝色的 Fold 5？拜托了！